现在全球非常关注英国这一起随机的火车伤人案件，甚至是砍死人案件，也就2个人被砍死了。结果现在一查，大家就觉得非常气哦。查完之后才发现，这嫌犯太可怕了吧？这不是他的第一次犯案，这已经是他犯案的第3起，只是前2起都没有人抓到他。对，你看到这个影像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以前我们台北捷运郑捷犯案的情况。这个男子呢，他叫什么名字？Anthony Williams， 他32岁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竟然在火车上面，在靠近 King Cross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竟然就像郑捷一样，拿起一把大砍刀，然后见人就砍。总共有11个人受伤，其中2个人现在性命垂危，你知道吗？现场的人看到说到处都是血，然后呢看到有一名男子在车厢里奔跑，手臂沾满了鲜血，大喊他有刀啊！你看这个幸存者，他手臂上面全部都是纱布。后来呢，警方去抓人的时候呢，终于把他给压制。压制的时候，他一直喊说什么“杀了我，杀了我”。那现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整个英国都已经沸腾了。为什么？大家觉得说我们搭个火车怎么会遇到这样子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？但更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这不是他这2天第一次犯案，他已经是第3起的犯案了。第3起。你知道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讲 Anthony 呢，他原本呢在前一天的时候呢，他竟然跑到了哪里？跑到了一个理发店前面，然后呢喝了一个不明的液体，现在警方怀疑那可能就是毒品。是一个毒品之后呢，进去，然后呢就拿了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大砍刀，然后里面的整个这个理发店的人，大家逃了逃，跑的跑啊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弄完之后，犯案之后出来遇到什么？遇到警车，如果在我们台湾，你会以为这是什么事情？对，你犯案之后，你进来之后，然后呢往前跑，这个画面很可怕。他进来之后，全部人都跑，你看他的右手，你看他的右手在那边晃，谁敢去阻挠他？然后呢，店里面有没有人报警？有人报警，所以呢，等他出来之后呢，店里的监视器往外拍，发现说，导播看这个，就是有什么？有警车，对，所以大家都以为警车是来抓他的，结果呢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在他进入到这个理发店之前，他在彼得伯乐市中心也拿刀子去杀害一个14岁小男孩，幸好他保住了生命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我们把时间序给排列下来了。礼拜5的晚上，他先在彼得伯乐市刺杀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，然后呢，刚刚再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，你跑到理发店里面去，拿了刀子在那边闲晃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晚上，也是礼拜5晚上。结果呢？他隔了15分钟冲到理发店。最可怕的是，理发店完之后，警方的车子开过去没有抓到他，他就跑去火车上伤人。结果伤完人之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理发店真的是好干梦的修，他竟然又回到了理发店。哈。所以呢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从彼得伯乐市，然后呢到火车上，到理发店，然后到最后，我们看到了11人被他砍伤，其中2个人命危。所以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他已经4度犯案。然后呢，伦敦的警方有办法抓到他吗？完全没有办法抓到他。如果其中我们刚才讲的，包括这个小男孩，包括理发店是2次哦，是 twice 哦。然后呢，还有铁路上面有人被他刺伤。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你只要其中有一站，警方认真一点，抓到他，对，是不是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？你第1起是14岁未成年孩子被刺伤，在台湾早就不到几小时就被抓了，对，可以让他这样啪，这我们吓死了。如果在台湾晚上7点10分发生这事情，关键时刻就讲了，讲完了，不管是全台湾哪一个县市警察局就把人给抓到，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了。可是最让英国人他们害怕的这件事情是说，如果这个人因为他刺杀了11个人，其中的2名性命垂危，会不会到最后法律无法处理他？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2024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男孩子，他年纪非常的轻啊，这一个男孩子他在火车上面跟人家吵架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吵架就是这样的嘛，有些时候我们台湾高铁上也有人在吵架，吵架完，你凶我，我凶你，然后算了，各自换个车厢就没事，没有。他竟然就动手了，对，然后你知道吗？他把对方给杀死，杀死的过程当中捅了他20刀，然后犯案之后呢，有目击的乘客听到他打电话给他妈妈说：“妈妈怎么办？我犯这样的一个事情。”他妈妈问他之后呢，他竟然讲出了一句话，他就说呢：“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。”那当年2024年3月发生这事情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觉得你杀人，那你是不是应该进去关？对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无罪。不是。
太离谱了吧？竟然是你说无罪他如果没死刑，他如果是无期，对，或者是20几年，那也就算，他无罪，对，都没事了。为什么会无罪呢？因为这个托马斯就是这个犯嫌，他当初我们看一次，他手上拿的这个大砍刀其实是被害人身上的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被害人跟他吵架的时候呢，他的包包里面有这刀子，还有拿出来挥舞，结果汤马士直接把对方的刀子拿走。那如果你在过去来讲，大家会觉得你拿走之后呢，应该事情就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当你手上有刀的时候，对方有办法轻易伤害你吗？应该是不行嘛，所以你的自卫就成立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，托马斯直接拿对方的刀子把他杀了20刀，当场把他给砍死。但是呢，英国的法官觉得说，你这个还算是自卫。还算是自我保护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几乎很多时候大概1个礼拜就有好几件在伦敦，就有好几件有持刀杀人的案件。所以每个英国人现在看到这案子，听到这种案子，大家都人人自危，大家都吓死了。我的司法，我的警察根本没有办法帮忙我。对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其实英国很多的民众在想一件事情：虽然我们英国不能够带刀，不能带枪，但是那么多人带刀。一天到晚都有刀械去伤人的事件，那大家是不是要自己带刀去保护自己？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要看后面的审判。如果真的后面审判又有问题的话，我看大家会更害怕。瑞哥，现在大家更关注什么？黄明志案件。现在我已经讲，马来西亚全部的警方都在找他，他不见了。结果现在你还在躲，为什么要躲？因为现在这件事情，你已经被用这种杀人罪的方式来侦办。如果你真的抓到，那不是鞭刑可以处理的，你真的命真的要以命偿命了。对，没错，黄明志现在已经被这个马来西亚的警方呢，那么正式通缉了。你是一个通缉犯，是一个男人就出来面对吧。你又是一个名人嘛，你10几年前不是最痛恨这个毒品吗？还写歌、写作品去骂人家，去嘲讽那些吸毒的艺人吗？你现在卷入了这个毒品相关案件，你要知道哦。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跟这个谢姓的这个女网红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她只是被用吸食毒品跟持有毒品2个罪名，5万块就交保了。对，她找了一个担保人，那5万块就交保了。我讲白了啦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嘛。突然间几天之后，全案直转直下，直接现在用多一条所谓的谋杀罪，而且要去逮捕他。逮捕他的过程中，以阿伯浪杠跑了，连手机都关机了。现在大概没有人能够找得到他了，因为说手机全部关机了嘛。他也知道手机可以定位，可以找到人嘛，所以他手机关机，你逃得到哪里去？目前没有他这个出境离境马来西亚的记录，但没有离境并不表示他人还在那个地方啦。我讲坦白的啦，凭这个等于说黄明志的这个相关的行情对吧？他要偷渡也不是不可能嘛。问题你要偷渡到哪里去？你要偷渡到哪里去？天涯海角，你能偷渡到哪里去？你现在应该后悔了吧？你有多红，那你就偷渡到没有地方偷渡到那个没有地方去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红了嘛。马来西亚也好，华人世界的台湾也好了，中国大家都认识你。请问中国会帮你说吗？中国多恨他、啊，我第一个抓你，对，没有错嘛。那中国的邦交国呢？对不对？中国的邦交国这么多啊，我讲坦白的嘛，你不要卷入这个案就没事了嘛。好。那为什么本来的单纯的持毒跟吸毒，你不要忘记那天怎么会搞出黄明志，大家吓了一大跳。因为黄明志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这个案子不单纯，不会上面喝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他自己打的，他的说法是说，那么他发现他进去洗澡了以后呢，网红进去洗澡又没有水声，没有声音，进去看，哎呦，昏倒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发现不对以后，他还有打电话叫救护车哦。可是我问你啊。你的说法一定是我是名人，我怕惹祸上身，所以我阿伯让刚刷他嘛，所以我没有等到救护人员来，我的行照啊嘛，猛怕亏我的行照啊嘛，结果你被这个马来西亚的警方，因为你自己本身那个鬼鬼祟祟的所以人家拦下来了以后，你才回到房间里面才有这一段嘛，大家才知道说，你怎么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？今天是一条人命，因为我们不太了解马来西亚他们警方的作业程序是怎么样，但是如果在台湾的话。很简单，因为他并不是单纯的自己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猝死，他不是自然死亡的。这个网红一定不是自然死亡的。至于他的头发为什么验不到，很可能他之前根本没有任何吸毒的经验，因为我们毛发会根据你吸吸毒毒品的时间而长大的。他如果刚吸食，请问毛发怎么验得出来？对所以验不出来的情况之下呢，验哪里？
他如果依台湾的程序，一定安排解剖。对，解剖了以后呢，包括你的内脏肝解毒的肝负责解毒，然后你胃里面啊、肠子里面这些都会有相关的这个验有没有毒品显示。现在至少我们知道黄明志已经牵扯到4种毒品了嘛，对，身上也带摇头丸等等嘛，你不是他轻的啦，我跟你讲坦白的啦，你的正义跟你的清高只是留在嘴巴上跟歌词上啦，你现在已经惹到，你现在讲白，至于女网红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因为这个是他们什么交情或怎么样，这我不去臆测，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命案，对，而且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谋杀的一个命案。什么叫谋杀？就算你提供毒品给他吃到他吃到挂了，也是谋杀。你为什么提供毒品给他吃啊？所以呢，事实上呢，那如果万一不只是提供毒品给他吃，因为现在大马警方并没有公布为什么列为谋杀的原因。还有没有其他？是因为在初次的验尸只是单纯的验尸，但如果有经过解剖了以后，那可能会验出更多的东西，可能采集更多的证据嘛。对，所以呢，黄明志，你没有地方可以逃了，你就勇敢的出来面对。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，你应该是熟门熟路，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情的，只是以前呐没有发生事情，没有出事，所以你就一再的得逞。毒品、性，然后呢，你在得逞，然后呢，你是名人，所以没有人会等于说这个揭穿你的真面目嘛。起码闹出了一件命案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闹出一件命案了以后呢，又这么的不堪呐，出来面对吧。反正你的一生已经已经毁掉了，而现在你的下半生到底是死刑3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还是鞭12下？那么你自己要做一个了断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